取我的核酸检测报告，好多车子哦，这边好难停车。我现在要坐高铁去机场，结果呢，我本来要坐的那班高铁没有位置了，所以只能等下一班，但是又离我的登机时间很近，所以等一下我到桃园高铁那边下来，我要赶快冲去搭计程车，赶快坐到桃园机场。通关完成了，我看我这里红红的，机场都没有人，空空的。天啊，这个是怎样？感觉这边好像店都停了。因为很多餐厅那个冰箱也都没有开启。How come 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How come the sky sometimes hides behind the clouds? Maybe it's just like me, a little bit scared of heights. Why does the rain always keep on pouring down when it's gray outside?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 Yeah, it makes me wonder.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检疫完了，然后因为那边不能录影，所以就没有录影。然后检疫官会跟你说什么时候呢要隔离，什么时候要去做 PCR 检查。我现在要赶快去入境。汽车即将启动。弄超久的，因为刚刚就是入境要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但是我的5个朋友都没接电话，差一点就要被送回台湾去了。还好第6个朋友有接电话，真的是还好。我想要赶快去领我的行李，光这个已经弄了快1个多小时了，一堆资料。今天是我隔离的第4天了，然后那因为呢入境韩国不太能拍照录影，所以我就没有录了。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入境的流程，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情况跟经历。那也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一开始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 ，check in 柜台的地勤呢会请你拿一张隔离同意书。给你们看一下隔离同意书，然后这个是要填写的，就是你同意的话，你才可以入境韩国这样子。大家都填一填，然后勾同意啊，签个名就可以了。那上飞机的话呢，那个空姐她会给你非常多张的表格的，我记得大概有3、4张，然后像这个影片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入境表，然后检疫的表格，然后还有通知书、申报的，在飞机上面把全部的资料填完就 OK 了。这样下飞机的话呢，第一关就是先来到了检疫区，检疫区它会把我们黄色那一张，就是我们检疫的表格，它收走，收了之后它会先帮你量个体温，然后问有没有发烧，然后这14天有去过什么地方，然后问完之后都没有问题，检疫表格也都填 OK 的之后呢，他会给你一张
绿色守则，不过那张守则被我丢掉了。他会告诉你，就是入境完的隔一天一定要去保健所里面做检测。其实检疫蛮快，只是那一天检疫官只有3位，入境人太多了，所以有一点点就是 delay 到这样。那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呢，就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就是这个사각형리这个 APP， 点进去呢就需要设定。那如果不会设定的话，到下一关会有军人小哥哥会帮你设定这样。下一关的话就是按指纹的那一关，在那一关的前面会有一排的军人，然后他们的桌上都有电话。那这一关就是在你入境的时候，他要打电话给你的监护人确认说要在这个地方隔离，他认不认识你这个人这样。我在这一关就有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其实我在入境之前，我已经告诉我的朋友，就是他是我的监护人，所以你要帮我接电话。结果我的那个监护人都没有接我电话，我就想要傻眼了，惨了怎么办？然后后来呢，小哥哥就说：“那你有没有其他的监护人可以接你电话？”我就陆续给了他好几个，然后他打都没有接，打了5个都没有接。然后最后我就问他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打开看给我的朋友这样子？”最后打给了一个开民宿的朋友，他就接了。居然小哥哥用他的电话打给他，接通了之后呢，我才有办法登录到现在这个画面。我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入境了。我在这一关大概卡了10几分钟，跟我同行的朋友已经到很前面去了。就是大家有要入境韩国的话，一定要请朋友接这电话，即便这个是一个陌生的电话，请他们一定要接，不然就是会像我一样等很久，很紧张，然后一直在冒汗。好，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情况，因为我有一个另外的朋友，他们军人都没有打电话给他们的监护人，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办事可能不一样。不过我那个军人小哥哥很好，他会说一点中文，我会有跟他开玩笑，难道我监护人不可以写你吗之类的。然后这一关 OK 的话呢，他会给你一张纸。就是这个检疫确认中，会给你这一张。OK 的话，就到下一关。下一关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按指纹跟拍照。那去的时候，你就是把护照，然后签证的东西交给他，然后我们就是按完指纹、拍完照之后呢，就可以去领行李了。好，那领完行李呢，就已经差不多到最后了。然后出去的时候需要缴那个申报单嘛，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是因为韩国最近在防止那个非洲猪瘟，就是不能带有含肉类的食物进来韩国，所以要一个一个检查。那这样太多人，他应该是随机抽检。排在我前面的几个人都去 X 光那边检查了。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申报官他看到我跟我说一句话，他看过就说我看起来长得好像很友善啊。很像无害那一种，所以他就放我走了，没有去过 X 光机。对，不然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行李还有大行李箱全部都要过 X 光机这样。申报完之后呢，在下一关就是我们要出去大门了，就是已经是入境大厅了。那个地方也是有管制的，那时候会有2个军人小哥哥坐在那边，他会看一下你的护照还有你的签证，然后他们会发这个贴纸，就是1号跟不知道几号，有人要去检疫旅馆，那有人是要自己回自己家隔离。然后呢，他就会问我说你要去哪里？如果你要去首尔的话呢，你就跟他说你要去首尔，我要去首尔，他就会给你一张贴纸，首尔的贴纸。然后他会贴在你肩膀上，然后你就说你往哪一边走这样。到那边他会再问你说，请问你要搭巴士还是 KTX 还是要搭计程车 ？KTX 要看班次，我前面那个人就是因为 KTX 没了，所以他要等到明天早上，所以他们就打算在机场那边过夜。那我自己的情况呢，是有巴士，但是他会放在我保健所那里让我下车，但是太远了，我就不想要。我就直接搭防疫计程车回来，然后会有计程车司机进来，他就会带你去柜台边填写资料。那边柜台的会给你一张纸，告诉你说，如果你隔天要去做检查的话，保健所离你家太远的话呢，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就会有防疫计程车来你家接你。那如果觉得很近，就是可以用走过去，因为不能搭大众交通运输嘛。所以他会给你。然后呢，到首尔的费用呢是8万块，然后下车直接给司机就可以了。然后刷卡现金都 OK。上车的话呢，司机都没有拿什么消毒酒精，就是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然后上车给司机地址就 OK 了，然后就到这里啦。因为我大概是7点多降落，但是我完完全全出来的时候，上完计程车已经是9点多的事情了，所以检疫的过程不算太复杂，只是人太多了，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等待。
然后隔天呢，就是去保健所啊，拍一点点小小的影片。那因为检测也是没有办法录影，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继续往下看。晚安。现在是入境的第2天，就是早上礼拜6。最近的保健所好像就是都有营业，每天都有营业，所以今天也可以去采检。那如果保健所离家里比较远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搭防疫计程车。然后入境的时候，他有发一张手册，上面有一个电话，就是可以叫计程车的。现在我看到有人在排队。检查完了。但真的是戳到这里里面了，而且戳很久。然后口腔2侧也要检查，眼泪要炸出来。对，现在要回去我隔离的地方了，然后应该是明天或后天就会有结果了。以前呢，它是用纸本写我们基本资料，那现在呢，全部都是用电子的，手机扫一下 QR 码，然后把你的资料全部都在上面填一填。填完之后呢，载出保健所那边就会收到你的资料，然后再去柜台里面按你的出生年月日，就有跳出你的资料，然后会印一些贴纸给你。回到家之后，过没多久，负责我的公务员就打电话给我啦，然后有没有什么困难，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跟我讲说 APP 什么时候要操作什么的。OK， 全部都 OK 之后呢，他跟我说今天下午4点呢，会有一个公务员来我家看我。顺便拿防疫包给我，可能因为最近入境的人很多，又加上韩国又是开学的季节，所以他们可能很忙。那一天他 delay 大概快到6点半，他们才来。然后接下来来开箱我的简易包给大家看。我的简易包就是这样，一个小纸袋，这样。好，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首先呢，它会要你填写一个就是隔离的东西，然后要你签名确认，还有一些就是守则跟隔离的对象啊守则这些，2个 KF94的口罩，然后跟一些一般的口罩，500ml 的酒精，很大瓶，然后还有温度计。就是每天要回报体温，就是用那个隔离 APP， 每天都要上网填。然后还有一个干洗手，还有一个这个马杀鸡球，就是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很像有毒标志的这个袋子，这个袋子就是我在隔离的14天，要把全部的垃圾都装到这个里面，然后呢再装到我们一般在便利商店买的一个大的垃圾袋，再把它装进去，然后放外面让清洁人收走就可以了。然后简易包就这样子，没有吃的料，就这样。那以上呢，这支影片就是我从台湾出境，然后到韩国入境检疫，再隔天再去采检，再到拿到防疫包的过程。那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比较不清楚，或是想要问仔细一点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如果知道的话，我都会告诉你们。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啦。那希望这个影片对你们有帮助。那接下来就是继续14天的隔离行程啊。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记得订阅哦，拜拜。